姑奶奶年事已高，于是她找上了我家，想要把遗产都留给我们，条件是我们给她养老。我家同意了。可是姑奶奶去世后，她那离家出走的孙子带着她的遗嘱回来继承遗产了。我们这才知道，姑奶奶在我们面前写下遗嘱，将遗产给我们，后脚立刻就改了遗嘱，全部留给亲孙子，只为了1分钱不出，哄骗我们照顾他养老。我妈气不过，上门理论，却被姑奶奶的孙子带人打成重伤，一辈子都只能瘫痪在床。为了不拖累我和我爸，我妈用一把水果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我伤心至极，再睁眼却回到了姑奶奶上门来写遗嘱的那一天。这次我抢在爸妈前面说：“姑奶奶，您如果真有诚意的话，我们不妨去公证处将这份遗嘱公证了，您看怎么样？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再次睁眼，我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的姑奶奶正坐在我们一家3口对面，和上辈子一样，她口若悬河地给我们画着大饼。大侄子，我已经立好遗嘱了，只要你们一家子给我养老送终，我的房子以及我名下的所有财产，在我死后就都是你们的了。我也不用你们鲍鱼燕窝地招待我，就在我需要的时候去我那儿看看就行。对你们来说并不亏吧？我家并不富裕，而姑奶奶嫁了个好男人，白手起家，累积了不少家产。虽说之前被他不成器的孙子败了不少，却还是很有钱的。这个条件听起来很诱人，确实不亏。但我经历了上一世，才知道其中的水分有多大。在我爸妈开口之前，我抢先一步说道：“姑奶奶，遗嘱这玩意儿随时都可以更改，你若真是有心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一趟公证处将遗嘱公证，然后再在遗嘱上声明，这是您的最后一份遗嘱，绝不更改，怎么样？”姑奶奶一下子就变了脸，强颜欢笑道：“大家都是一家人，用不着闹到公证处去吧？”我忍住心中恨意，体贴地提醒她：“姑奶奶，说起来，我爸还只是在小时候被您抱过，到现在也有几十年没见了，跟陌生人相比，也就多了层血缘关系。为了您好，还是去公证一下更有保障啊，不然您就不怕我们收了好处不办事吗？”姑奶奶噎了噎，却还是锲而不舍地坚持说道：“没事，我相信咱们老宋家不会出那种言而无言的小人。”没错，我爸憨厚还死心眼，答应了别人的事就一定会做到，所以前世我爸妈代替了他那早死的儿子儿媳，将他照顾得非常好。可以说，即便是亲生儿子也做不到比我爸更好的了。可是他是怎么回报我爸的呢？遗嘱没有公证，就是一张没用的废纸。他早就偷偷改了遗嘱，将房子和财产都给了自己初中时就离家出走混社会的亲孙子李宇航，怕我爸妈知道真相后扣住他的遗产。他在死前将遗产交到了李宇航的发小手里，要发小转交给李宇航。到最后，我爸妈辛苦照顾了他10几年，什么都没有得到。我爸老实，这个哑巴亏吃了也就吃了，但我妈却是个泼辣的。她不服气的上门去找李宇航理论，却被李宇航带着混混兄弟狠狠打了一顿，之后就带着钱财逃之夭夭。而我妈却因为脊骨被打断，瘫痪在床。为了不拖累我和我爸，趁着我们父女外出时，她决绝地用一把水果刀自杀了。思及此，我的眼中喷出愤怒的火焰，我毫不客气地戳她的肺管子。姑奶奶信任我们，我们很高兴。可是姑奶奶，我们不相信您啊！要是您哪天改了遗嘱，
把遗产都留给了别人，我们可是哭都找不着地了。被我说中了心里的小九九。死老太婆捂着胸口，咳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你了半天，也没能说出一句顺畅的话。我爸用不赞同的眼神朝我摇了摇头。他刚想张嘴，我就一把掐住了他的手心，还用眼神制止了他。大概是我的目光太过凶悍，我爸愣住了。我妈本身也是不赞同这事儿的，所以此时乐得看戏。姑奶奶咳了半天，也不见有人出声给她台阶下，这才缓缓止住了咳嗽。她瞪着浑浊的老眼，恨声反问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我是言而无信的卑鄙小人？”我立刻顺着她的话说：“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去公证处做个公证。”姑奶奶噎住，一张脸被涨得通红。好一会儿，她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：“好，原本以为你们家是个可以依靠的，但是教出了你这种不尊重长辈、没教养的东西，想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我还是去找老二吧。”他说的老二就是我爸的亲弟弟。我这个二叔和我爸的性子就是两个极端，因为是幺儿，二叔从小就是被爷爷奶奶宠爱着长大的。我爸懂事，二叔骄纵，而我那二婶和堂妹也都和二叔一样自私自利，恨不得全世界的好处都是他们的。上辈子我妈死后，二叔网络赌博欠了一屁股赌债，竟然偷偷上门把我妈的赔偿金全都偷走还债了，去找二叔一家子养老。我倒是很想知道，狼和虎谁更胜一筹？姑奶奶走得很慢，眼珠子还一个劲地往我们这个方向瞟，明显就是等着我们道歉，她好顺着台阶下。不过很可惜，我是不会给她这个机会的。我开心地挥着手：“姑奶奶拜拜。”二叔就在隔壁那一栋的605，他们这个时候肯定在家，您快过去吧，兴许还能赶上午饭。闻言，姑奶奶气呼呼地抖了抖身体，摔门而出。我爸想拦，没拦住。姑奶奶一走，我爸就皱着眉头问我：“微微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对姑奶奶说话怎么夹枪带棒的？”我妈嗑着瓜子帮腔：“我觉得微微做得挺好的，你喜欢当老好人，可别拉上我们娘俩。”我一左一右抱上我爸妈，哇哇大哭，然后将上辈子的事全部说了出来。听完后，我妈心疼地抱着我：“微微乖，微微不哭。”我哭得更厉害了，明明妈妈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呀，现在却反过来安慰我。我爸也哽咽着抱住我们母女：“微微，这事儿你做得对。”我勾起了唇角。我爸虽然老实了些，但是只要牵扯到我们母女身上，他就会强硬起来，为我们这个家撑起一片天。如今我爸妈知道了未来后续，那死老太婆就无法再对我们打主意了。第二天，二叔请我们一家3口去酒店吃饭。收到消息时，我爸很惊讶，因为二叔这些年游手好闲，工作基本上都是干一段时间，赚到了一些钱就立马辞职吃喝玩乐。二叔一家因此过得紧巴巴的。爷奶还在时，他们啃老；不在了，就找我爸要钱。我家不富裕，多亏了他们一家子来拖后腿，现在冷不丁的要请我们家吃饭，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一句歇后语：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。本来是不想去的，可是二叔说他难得请一次客，不去就是不给他面子，我们只好按时到场。落座后，我们才发现二叔一家子的穿着打扮比之前更好，而且脸上也红光满面的。二婶摸着耳朵上的金耳环，得意地炫耀道：“你们瞧，这是今年刚出来的新款式，是不是很好看？花了我小1万呢。”堂妹宋莲也抚摸着包包上的 logo：“ 堂姐，
你这辈子恐怕还没背过香奶奶的包包吧？二叔更是夸张的像是超模一样展示自己的新西装，不愧是牌子货，穿起来就是比杂牌的更上身啊。看到这里，我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他们肯定是和姑奶奶达成协议了。前世的姑奶奶为了让我们家安心照顾她，就给了我们一笔小钱。如今这一套倒是用在了二叔一家身上。二叔笑得满面春风，大哥，还要谢谢你们昨天把姑姑赶去了我家，不然这泼天的富贵可就是你们的了。说话时，二叔说着惋惜的话，嘴角却咧到了耳后根。上辈子的二叔在知道我们家和姑奶奶的事之后，天天阴阳怪气的，话里话外都是我家走狗屎，运发大财了，必须得分他一些。上我家要钱要东西的频率都增加了，到底是多年的兄弟。我爸拧眉提醒：“你小心一点，别上当了。”二叔丝毫没放在心上，一个老太婆而已，能有什么事？二婶嘲讽的哼笑，怕是心里又嫉妒又后悔吧。钱都到家门了，竟然硬生生的被败家女给赶出去了，哪像我家闺女有礼貌，嘴巴甜，哄得老太太开心。这不，她给了我们不少钱花你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也多亏了姐姐没教养，不然姑奶奶哪会到咱家来呢？宋莲似是娇羞的轻轻拍了一下她妈，瞟向我的目光里却满是神气。我们姐妹俩年纪差不多，总会被人拿出来比较。宋莲的成绩不好，而我的还不错，所以宋莲总是被贬低的那一个。二婶握住宋莲的手，感叹的出声：“所以说呀，光成绩好有什么用？没钱到时候还不是要出去当牛做马，看人脸色。”我妈忍不住喷了回去：“成绩好总比成绩拿不出手要钱，成绩不好的人怕是打工都没人要，只能去刷盘子吧。”二婶还在笑的脸瞬间拉下：“你在说我家小莲找不到工作，真是好笑。我家小莲以后就是千金大小姐，会嫁入豪门的，用得着工作。”我趁机说道：“啊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位豪门贵妇人和千金大小姐，你们家欠我们家5年的10万块可以还回来了吗？”二婶不可置信地瞪圆了眼睛：“不过10万块而已，你们至于记到现在吗？真是斤斤计较。”二叔也吊儿郎当地说：“都是一家人，分得那么清干什么？区区10万块就算了呗。”我拉着我妈说起了悄悄话：“妈，你听到没有？都成豪门了，还欠着10万块不肯还，好穷酸的豪门啊！”“没错没错，乖女儿，他们可真是给豪门丢脸啊！”说是悄悄话，其实我们没有压低自己的嗓音。二叔一家子都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我爸咳了一声，打了个圆场：“喂喂，胡说什么？不过是10万块而已，你二叔都发财了，肯定会立刻还的，而且是带着利息一起，对吧？”说着，我爸的目光放在了二叔身上。二叔尴尬的胡乱应了几声：“对对对，会连本带利还的。”一提到还钱的事，二叔一家迅速变脸，吃过饭后就匆匆离开，临走前也没提还钱。我也不着急，这钱嘛，我一定会要到的。自那天之后，我和我妈天天有事没事就去二叔家里蹭饭蹭空调，眼看着我们吃了他们家不少东西，二叔忍不住了：“嫂子，喂喂，你们成天往我家跑，影响不好吧？”我无辜地说：“二叔，不是我们想来，实在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，我们只好厚着脸皮过来求收留了。要是你们赶紧把欠我们家的10万块还了，我们有钱了，自然就不会来了呀。”二婶看着被我吃了一桌子的零食，露出了肉痛的表情：“可是你们也太能吃了呀！
我妈舒服地挖着半个西瓜说：“瞧你说的，你哪次来我们家不是连吃带拿的？我这才吃多少啊？你不是说过吗？我们是一家人，吃点拿点怎么了？”二叔一家三口的表情像是吃了10斤馊了的翔。我故作垂涎地摸了摸宋莲的包，哎呀，香奶奶，我做梦都舍不得买的包包，小莲不如送给姐姐吧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宋莲就跟死了妈一样尖锐报名：“不行不行，这是我的包，我才不给你，你别来碰！”我眯起眼睛冷笑道：“小莲，之前我妈送我的18岁生日的礼物都被你死皮赖脸的要走了，现在我要你一个包，你小气成这样，我能要到是我的本事，我的东西就是不给你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”宋莲抱着包跑回了房间，我妈砰的一下把半个西瓜摔在了地上。好啊，既然宋莲都这么说了，微微，我们搬东西不要客气，没搬够10万不准停。等了这么久，就是等的这句话。手上的零食一丢，我抢过了二叔手上的最新水果手机，2手的，不过转手应该还能卖个几千，马马虎虎。我妈也眼疾手快地取下了二婶耳朵上的金耳环，小1万到手，还差9万8千多，咱们继续拿。二叔二婶大惊失色：“哎呦哎呦，别抢了呀！”可是这对俩口子就是个窝里横，他们只敢仗着亲情对我爸龇牙，一碰到我妈这种真敢提菜刀的就蔫了。眼见值点钱的东西都一样一样被我们塞进了口袋，二叔二婶终于崩溃的大喊：“别拿了，别拿了，我们还钱还不行吗？”我和我妈相视一笑，鱼儿上钩了，还了我们家钱，二叔家就又是紧巴巴的了。算算时间，二叔这时候应该已经染上了网络赌博了，到时候他们就只能找姑奶奶要钱。姑奶奶可是一心想把自己的东西全留给心爱的孙子，面对这一家子讨债鬼，她到底会不会给钱呢？没过几天，姑奶奶和二叔家就闹翻了，和我猜的一样，二叔去找姑奶奶要钱，姑奶奶以已经给了一笔钱为由不肯给了。面对一个一只脚踩在棺材里的老太婆，二叔可不虚，当即二叔和二婶就在姑奶奶家里大闹起来，最后闹到了警局。警察打电话要我们家去接人，我们刚到警局，就听到了二叔在大声嚷嚷：“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提前用怎么了？你避个啥玩意儿？”姑奶奶捂着胸口，使劲地往地上杵着拐杖：“我还没死呢，你就惦记上了？你是畜生吗？”二婶更是毫不脸红的尖叫：“你这死老太婆，以后还要靠我家来养，不给我们钱，我们就把你扔到养老院去挨打。你就是日子过得太好了，挨顿打你就知道要依靠谁了。”我看得津津有味，狗咬狗，我最喜欢看这种剧情了。想想上辈子姑奶奶的孙子把我们一家子当成大怨种时的表情，我就恨得牙痒痒。现在我们玩了一手驱狼吞虎，效果真是好到爆炸呀！二叔一家看见了我们，就拉着我们来评理：“大哥大嫂，你们来评理，反正他的钱都会给我们，我们提前用一点怎么了？他至于闹到警局来吗？”我爸想说什么，却被我妈拉了一下。我妈两边都不得罪的开口：“这事儿得你们当事人自己商量，我们可不敢胡乱咧咧啊。”姑奶奶跟看见救星似的，拽着我爸的袖子不撒手：“宋刚，我要改遗嘱，我不要送老二赡养了，我要改成你们家来养。”我大惊失色：“卧槽，好不容易甩掉这个锅，我们可不能重新背上来。”我爸连忙委婉拒绝：“姑姑，这可使不得，您都和老二一家子说好了，怎么能随便换人呢？”姑奶奶哭哭啼啼的大声哭闹：“
老二一家不是人啊，天天找我这个老太婆要钱，不给钱就打我，我一定要改，我不要他们家养了。姑奶奶拽着我爸就是不撒手，不过我们慌，二叔一家明显更慌。二婶拉着姑奶奶的手不放，不行，你已经选了我们家，不能反悔，不然我和你没完。二叔也唧唧歪歪地大叫着不能改，他们俩拽着姑奶奶，姑奶奶就拽着我爸，哭闹声和叫嚷声混合在一起，把警局搞得跟菜市场一样混乱。这是家事，警察也只能调解，可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吵了半天，这事也没吵出个所以然，到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。可姑奶奶显然不是坐以待毙的主，她偷偷摸摸地溜到了我家，再次画起了大饼。刚子啊，之前是我看走了眼，老二那人品和你比真是差远了，我还是决定把遗产给你们，以后由你们来给我养老，行不？由于我和我妈的连夜培训，我那憨厚的老爸也学会打起了太极。姑姑，您别这么说，小弟他从小就更被我爸妈喜欢，那聪明劲我是拍马也赶不上。小弟他也就是最近手头紧需要用钱，您别和他计较。姑奶奶泪如雨下，不死心地继续说二叔一家的坏话。可任凭姑奶奶说的口干舌燥，我爸和我妈就是不接招，将太极打的是虎虎生威。10分钟后，二叔一家子抵达战场，全军出击。啊呸，是抵达我家。我爸松了一口气，姑姑正在生气呢，你快来哄哄。二叔连连点头，姑姑，是我不对，您别生我的气了，我向您保证，以后一定把你当亲妈一样的照顾。姑奶奶缩了缩身子，你个小王八蛋，离我远点，你根本就没打算好好照顾我，你就是冲着我的钱来的。二叔的眼里闪过一丝阴狠，为了钱却忍了下来。他陪着笑脸说，姑姑，瞧你说的，我们给你养老，你把遗产给我们，这是我们一早就说好的条件啊，我们隔三差五就去给姑姑送温暖，难道我们做的还不够好吗？姑奶奶差点心肌梗塞，你那是照顾我吗？你分明就是来讨债的。我差点没笑死，这确实是大实话，什么送温暖？二叔分明就是隔三差五上门去要钱，顺便连吃带拿。原本二叔一家都是在我家这么干，多亏了这位姑奶奶转移了仇恨啊，让我家免遭一劫。为了让姑奶奶和二叔一家绑得更结实，我默默插嘴拱火。二叔，姑奶奶既然嫌弃你们照顾得不好，你们干脆就搬到姑奶奶家里去就近照顾吧，反正姑奶奶家是大平层，大得很呢。二叔眼睛一亮，没错，姑姑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姑奶奶惊恐地挥舞着拐杖，你们离我远点，我不准你们搬去我家，我不准。可惜她一个老太婆拧不过二叔一家人，最终她还是被二叔和二婶半拖半抱着带走了。我幸灾乐祸地做了个白白的手势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我还真想知道姑奶奶的遗产和房子最后会花落谁家呢？之后的几个月里，我们都没再见到过姑奶奶，这个人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。我爸有一次问了二叔一句，二叔打着哈哈说，没啥，人老了就容易这里痛那里痛，天天躺床上休息呢，这我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姑奶奶十有八九被二叔给关在了家里了，不过我们可没打算去多管闲事，但凡对她同情一点，我们都对不起我妈上辈子所受的委屈，所以我们都很默契的不再提这事。反倒是一天夜里，姑奶奶给我家打了个电话，是我接的。电话那头，姑奶奶小声的哽咽，喂喂，你爸妈呢？
你们快来救我！我要被你二叔那两口子给折磨死了呀！嗨，聊这个我可就不困了呀！我兴致勃勃地说，我爸妈还在睡觉呢。姑奶奶，你怎么被折磨了？姑奶奶吸着鼻子，颤颤巍巍地说，他们给我吃馊饭，不给吃饱，还整天逼我伺候他们。不说了，你爸妈呢？你们快点来救我呀！我忍着笑问，姑奶奶，被虐待了，您应该去报警啊，找我们有什么用？姑奶奶支支吾吾，没有说话。不用说，我也知道原因，无非就是怕了二叔这一家子无赖呗。我刚想再说两句，电话那头却传来了二叔的暴喝：好你个死老太婆，竟然还私藏了手机！姑奶奶痛苦地嚎着，没有没有，这是我以前用的手机。电话那头一阵吵闹，然后二叔接过了电话，喂，是微微吧？你姑奶奶最近精神不太好，就爱胡说八道，你别信她的神神叨叨啊！我乖巧地说，我知道的，二叔您对姑奶奶有多好，我们都看见了，当然不会信那些风言风语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高兴得点了一桌子的烧烤回来吃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得庆祝一下，多活了一世。我当然不可能只做报仇这一件事。在拿回二叔的欠款后，我就撺掇我爸妈在城北买了2套老破小。我无法像其他重生女主一样记得哪个基金股票会大涨，不过我却知道城北的这一片很快就会拆迁，全款是没办法了，但是凑足我们全家的存款来贷款买房还是做得到的。这不，拆迁款减去贷款，剩下的钱足以让我们家买一套市中心的大平层。只是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就买一套中档小区的小3房，余下的钱存在银行吃利息。只是冤家路窄，在我去看房子时，竟然遇见了穿金戴银的宋莲，以及一个黄毛。这个黄毛我上辈子见过，是宋莲求而不得的鬼火青年。没想到这一世，他们俩倒是勾搭在一起了。见到我，宋莲不屑地嗤笑：哟，这不是我那穷鬼堂姐吗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别告诉我你是来买房的，你要是买得起房，猪都能起飞了。说着，他哈哈大笑起来。那黄毛也轻蔑地瞟了我一眼：小莲，虽然她穷酸了些，但她毕竟是你堂姐，你说我们要不要资助她一个面包，填饱肚子？宋莲在黄毛怀里娇嗔：你呀，就是太善良了，你是不知道，她以前是怎么用高高在上的态度嘲笑我的。现在我发达了，就是1毛钱我也不会给她。看着他俩肆无忌惮地当众贬低我，我非但不生气，还笑脸相迎。小莲，你和你的男朋友真般配，你们来买房是准备结婚了吗？一提起结婚，宋莲羞红了脸，连嘲讽我都不记得了，只顾着羞答答地和黄毛调情。阿年，你说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呀？黄毛阿年捏了捏宋莲的鼻子说，当然是买了房就结婚啊，不过你得加我的名字。宋莲连忙点头，这是当然的，当然的。眼看着他们俩你侬我侬，我非常不识趣地插了句嘴：小莲，既然你是准备买婚房，那你应该去看别墅啊，你也不想委屈了心爱的男人吧？阿年的眼里金光一闪，满是贪婪之色。宋莲没注意到这些，而是神色为难的踌躇。别墅啊，他心动了。我故作惊讶地问道：小莲，当初姑奶奶来我家时，说是只要我们家给她养老，等我结婚就送我一套别墅做嫁妆。姑奶奶这么疼你，难道不打算送你一套吗？宋莲一愣，眼里冒出了凶光。该死的老东西，低咒了一声，他拽着阿年就气势汹汹地离开了。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我笑得幸灾乐祸。前世
二叔来我家偷钱，就是宋濂唆使的。告诉了我之后，他还大笑着说我妈死得好，让他们家白白得了一笔钱花。当时他那丑陋的模样，我直到现在都还记得。既然他那么喜欢在背后阴人，那就让他也尝一尝被阴的滋味吧。反正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阴他们，我是一点负罪感都没有。1周后，传来了姑奶奶的死讯，比上辈子提前了3年啊。姑奶奶在二叔一家的手上，想必过得极为艰难吧。姑奶奶的丧事办得极为浩大，不少亲戚都来了。二叔一家子收红包收得手软，办丧事明明是件难过的事，他们的一张脸却笑成了一朵朵菊花。正当他们捏着钱兴奋时，一个染着绿毛的18、19岁模样的少年骑着鬼火轰然而至，我心中的恨意喷涌而出，是那个王八蛋李宇航。我没有凭借着恨意冲出去和他动手，而是选择拉着爸妈退后看戏，重生一世。我可不能为了报仇把自己搭进去，看他们狗咬狗才是上策。李宇航也没有让我失望，他对二叔说的第1句话就是老不死的，你一个外人还敢霸占我的东西，识相点，就快把我奶的遗产交出来。二叔一怔，意识到眼前这人就是姑奶奶早年离家出走的亲孙子。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张 A4 纸，转了一圈给大家看，这是姑姑生前留下的遗嘱，谁给她养老，她的遗产就给谁。我拿姑姑的遗产是有正当理由的，凭什么给你这个小王八蛋？李宇航也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 A4 纸，拍在桌子上，这是我奶奶生前留下的遗嘱，她死后将所有财产都留给我，其他人1毛钱都没有。这一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众人窃窃私语，竟然冒出了2份遗嘱，这下听谁的？二叔气红了脸，你胡说！当初我和你奶奶都说好了，我们给他养老，他就把钱和房子全给我们。立这份遗嘱的时候，好多人都知道，你的遗嘱又是哪里冒出来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你伪造的，对不对？你奶奶卧病在床，需要照顾的时候，你在外面不回家，现在人死了，你倒是舔着脸回来要钱了，哪有这种好事？你想都别想！李宇航是个混不吝，当下就动手抢走了二叔桌前的那些红包。老子管你那么多，我奶奶的东西就是我的，你们这些人赶紧滚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一个个鲜红的大红包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被抢走，二叔一家子哪里受得了这个刺激？宋濂的男朋友黄毛阿年更是冲了上去，和李宇航当众拉扯起来。你放手，这是我女朋友的钱，滚开！你算老几？这都是我的东西。之后，这俩人血气上涌，从拉扯转变成了打架斗殴。宋濂担心男朋友，冲上去帮忙，对着李宇航又抓又咬。李宇航被咬得吃痛，一脚将宋濂踹出去老远。宋濂躺在地上惨叫，心疼女儿的二婶忍不住也加入了战局，最后就连二叔也进去打起了团战。不过李宇航不愧是混过社会的，1v4完全不虚，他就跟貂蝉似的，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反复横跳，游刃有余。只是再厉害，也双拳难敌八手，受伤在所难免。由于场面一度混乱，还发展成了多人群战，我干脆报警，为这一把火上浇了一桶油。这一伙人热热闹闹地进了局子，然后继续为遗嘱的事大吵大闹。要不是有警察叔叔拦着，他们怕是能再来一波团战。听明白他们的争吵的原因后，警察说，如果有多份真实遗嘱并且存在冲突的话，一般都是最后那一份遗嘱具有优先执行权。
除非前面那份遗嘱被公证过。之后，警察又询问了他们2伙人手上遗嘱的确立时间。二叔傻了，二婶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喃喃：“钱没了，我的钱没了。”因为李宇航手上的遗嘱时间更加靠后，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，他还找来了发小来作证。也就是说，二叔和上辈子的我家一样，干白工了。可我爸老实认栽，不代表二叔也会如此。二叔和二婶不可置信地大闹警局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明明我们都说好了的，遗产都留给我们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服！这小王八蛋的遗嘱一定是他自己伪造的！你快把钱还给我，还给我！”宋濂也是惨白着脸，歇斯底里地声称李宇航手中的遗嘱是假的。最后在警察的协调下，他们一致同意找一个笔迹鉴定专家过来，给李宇航手中的遗嘱进行鉴定。可是二叔一家人失望了，经过鉴定，李宇航的遗嘱确实是姑奶奶写的。之前二叔一家收钱有多高兴，现在就有多痛苦。眼看着自己和万贯家财失之交臂，这种心理落差有几个人能受得了？二叔这些日子以来仗着姑奶奶的钱财大肆挥霍，买了不少以前看都不敢看的好东西。他们一家人每天都会上传各种奢侈品照片在朋友圈炫耀，顺便还嘲笑一番我们这群穷酸亲戚。所以他倒霉，我们没一个人同情他，都在乐呵呵地看笑话。二叔一家人被李宇航赶出了姑奶奶的大平层。原本二叔还闹着不愿意，可是李宇航带了一帮混混兄弟来撑场子，二叔一家人连带着行李全都被扔了出去，他们只能灰溜溜地回了原来的家里住。黄毛阿年也对痴情的宋濂避而不见了。宋濂几次三番去找，都没能找到人。直到有一次，他无意中看见阿年和其他女人亲密地在一起，他不能自已地冲过去大闹，骂阿年是负心汉。阿年搂着那女生讥讽地对宋濂说：“宋濂，你连房子都买不起，安全感都不能给我，凭什么要我和你结婚？”宋濂受到了刺激，回家就和自己的爹妈哭诉，二叔和二婶就来我家哭诉：“哥，你可得帮帮忙，不能眼看着你弟弟被别人欺负，看着亲侄女被男人甩吧。”我没说话，心里却想到了上辈子，当时我家遇到这种倒霉事，二叔不仅不帮我们说话，反而还幸灾乐祸。大哥，你注定就是个穷酸倒霉命，就别想着把房子和钱要回来了，还是认栽吧。现在刀割到了自己身上，倒是知道疼了。我爸是个实在人，干不了落井下石的事，但他也没有再想着去帮这一家子白眼狼，就是来回说着报警和找律师之类的车轱辘话。就这么折腾了个把小时，二叔觉得没什么意思，带着妻女就要打道回府。我自告奋勇地把他们送到楼下，看着还在哭哭啼啼的宋濂，我装作不经意地感叹了一句：“哎，要是李宇航没回来就好了，他不在，姑奶奶的钱不就都是你们的了吗？堂妹自然也能和男朋友和和美美了。”宋濂顿时止住了哭声，眼中金光闪烁，目的达到。我挥了挥手，回到了家中。我也只是随口感叹了一句，可什么都没做哦。几天后，我爸接到了警局的电话，二叔一家3口，李宇航和数个混混小弟集体躺进了医院。听警察解释，二叔自知不是李宇航的对手，就重金收买了李宇航的混混小弟做帮手，想要制造一起李宇航被仇家打死的事件。谁知有一个小弟是李宇航的死忠，悄悄告诉了李宇航。
李宇航这么多年，社会不是白混的。他带了更多的人去了二叔家，将二叔一家3口打得半死。大难临头，只会窝里横的二叔竟然难得英勇了一次。他趁乱猛地将李宇航从阳台推下了楼。虽然有雨棚的缓冲，运气好没摔死，但是伤到了头，到现在都还昏迷不醒。医生说，也许下半辈子都得当个植物人，醒不来了。至于二叔一家3口，二叔被打得最严重，和上辈子的我妈一样，高位截瘫。二婶身上一大片青紫，不过没有太严重的内伤，调养一段时间就行。宋莲的脸被划了几刀，鼻梁骨也碎裂了，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形态，需要进行整形手术。由于李宇航成了无意识的植物人，所以他的财产落到了我爸头上。因为他没有配偶和子女，离他最近的亲戚就是我家和二叔家。可二叔成了瘫痪，还涉嫌杀人未遂，那就只有我爸了。当然，这钱是没那么好拿的。首先就要我爸去向法院提出申请，要求法院宣告李宇航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。等法院那边鉴定属实后，我爸才能成为李宇航的指定监护人。不过我们一家合计了一下，决定不趟这趟浑水，成为了李宇航的监护人。虽说他的钱都由我爸拿着，可他到底还是活着的，照顾仇人就够让人膈应的了。天知道他哪天醒了，说我们家动了他的钱，到时候我们有理都扯不清。更别提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二叔，拿了这么大一笔钱，二叔一家子肯定眼热得很，他们肯定会变着法子来要钱，麻烦太多了。我们觉得还是拒绝的好，于是这个指定监护人的身份落到了其他亲戚那里。之后，二叔被警察带走，由于买凶杀人，被判了10年。不过他还算爷们，所有罪责都揽到了自己头上。二婶和宋莲被无罪释放。不出我们所料，因为宋莲需要钱整容，二婶带着宋莲隔3差5去那个亲戚家里去要钱。期间，宋莲继续去纠缠黄毛男友，结果被黄毛的现任女友打了一顿。宋莲想要整容的欲望更加强烈，可是那个亲戚死活不给钱。为了这事，他们甚至都闹到警局好几次。之后，二婶和宋莲就没了下落。后来再看见他们俩是在网上，警察打掉了一个大型的传销集团，照片上有2个模糊的身影，和他们俩挺像的。不过这些我都不在意了，今生我的父母都健在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